好吧，演习啊，这老共现在演习都很快开始，很快结束，也没给你搞很久，哦，甚至事先也不宣布就来了，哦，这个有一点来无影去无踪，有这样的味道哈。那说这次的他们模拟要打击我们的天然气接受站，哦，所以你看它的模拟上，这个都天然气的接受槽。然后呢，这是我们的高雄的永安接受站，哦，是非常大的一个接受站哈。那所以呢，这个他们呢，所以用这个远火摧毁，啊，不用太近啊，远远的就打进你啊。所以呢，这个他已经模拟了啊，模拟了天然气接收站的情况哈。那另外呢，外国媒体也说，共军强调，他这个就是强调你台湾能源的弱点啊，你沿海要做1阶、2阶、3阶、4阶，将来还有5阶、6阶、7阶哦，因为你天然气将来发电要占50%以上啊，50%有多少接收站啊？就算现在这么多接收站，夏天也只能存7天的量啊，冬天也不过就是2个礼拜，最多加倍变成14，有时候11、12、13、14，最多14天的量哦。那学者说，如果永安接收站被这个封锁的话呢，那半数天然气进口就中断了，因为那个永安很大啊，所以呢，他用什么来打你？他用这个叫做这个远香火的量大管保。什么叫量大管保？它是多管的，看到没有？它不是一次打一发的，而且很准哦。所以准确到什么地步呢？说只用差1米1公尺，我打几百公里。我最后打下来的只跟我的原来的这个想定只差几米啊，几米怎么没有差很远？不是我打这边打到那边去，没有，就在旁边啊。那另外呢，价钱很低，它这个造价很低，射程很远，所以最远可以射到400公里，那就整个台湾都被它涵盖了嘛。台湾全长400公里，宽也不过250公里，最宽的地方啊。它在海上打，它根本不要到登陆，它海上打你就够了哈，而且精密度很高，我刚刚讲哈。那所以呢，他现在也反正他就针对你，他搞了一些武器出来了哦，这个叫做相似的火箭炮，就是这样子哈。那么最大射程可以到500公里哈，战术飞弹哈。那另外呢，他现在模拟打击你6个地方，从台中、云林、台南、高雄、台东、花莲哦，台北就给你搞割喉哦，所以他说呢，控能源通道，断补给要道。这个堵什么苏博暗道哦，换句话说，他的讲法说呢，这个你要来的能源我就给你切掉，哦，然后你想要台独想要跑呢，完了跑不了哦。但是问题是你怎么知道谁是台独谁不是台独哈？反正大家都被他毒死了哈。好，那么另外呢，这个他这次的演习其实锁定能源设施，而且这次海警船都出动了，就是预备到时候拦截上船哦。然后呢，因为原来是说。一个带天然气的船，一看演习不敢进来，在外海这样绕。后来经济部有之前的讲法呢，是说呢，他们不是绕，因为他们早了1天到，所以呢，为了早了1天到呢，所以在外面绕一下呢，等到第2天再到。今天我看一个新的说法，就是说呢，他们已经输完了，所以他们要走了。那走了干嘛在旁边绕呢？走了赶快回去就好。那个船绕也很贵啊，很耗油啊，所以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而且这不重要了。真的是不重要，真的是打起来的时候你怎么办？这比较重要，不是什么多1天少1天，那只是一个演习嘛。他在演习，你也要演习啊。他这样堵你，你怎么办？你要怎么因应哦？而不是说不是了，那是怎样哦？所以呢，这个经济部说呢，他是依计划啦才卸货啦，哦，不要以讹传讹啦，等等，我觉得很无聊了哦。他真的要围你的时候，他真的这样干啊。我们都已经想着，我们早就告诉你。你天天跟我们讲国安，天天讲国安，天然气是最不符合国安的一种那个能源原料，不是这样子吗？核电核能一进来可以用18个月，天然气用7天，你自己想着，你比也知道嘛？你到底在想什么东西啊？又贵啊，又没有安全啊，然后又不安全啊，所以呢，他说现在就像是房间里的大象，什么意思啊？大象进到房间里面可以横冲乱撞嘛，尤其最怕的是大象在一个通装满瓷器的房里面。那你把你瓷器给你搞了个乱七八糟啊！那好，他现在说他圆满结束了哦，他是东部战区在负责了，他说他会持续加强练兵备战哦，不是演习完就结束了，我们还天天在练兵。好，我们看一下。我海巡紧盯中共海警扰台，严正区域的录音被对岸刻意用来制作最新文宣。中国台湾加意舰，我是中国海警130战舰，两岸同属
楚一个中国，我们都是中国人，要求你使用中文交流。海巡说用英文是要诉诸国际社会关注，中文也会同步使用，要听吗？海巡很呛辣。23-3，23-6，立即离开。而中共这次对台湾的联合演训，周三加上代号海峡雷霆2025A，已经于2日晚间7点宣布结束，耗时35个小时半。对比过去时间长度比较接近联合利剑2024A，去年10月的联合利剑2024B 只有1天，单日就有153架次共机，而这次2天135架次共机，共建38艘次。海警船跟公务船则跟去年10月一样，维持12艘次，更有中共航线编队参与。国防部2日也首次公开证实，近年演习有对岸民兵船投入，只是中共也刻意用远火部队这样恫吓。这目标就是要模拟摧毁我高雄永安天然气接收站，但共军军情研究者温月色也揭露，共军实际发射的位置在浙江省台州，靶地位置在南屿山岛，直线距离约50公里，与实际于东南沿海打击永安天然气接收站差得很远。加上日前网络上流传假讯息，声称我液态天然气船无法靠港，似乎就是要看准我国目前能源占比天然气将近40%，看准民心浮动，中共文攻武吓，见缝插针。来，副部长。好，我们看到这一次，当然解放军的军演，大家会看到说有一些不太跟过去不太寻常的。第一次他代号没有先出来，然后也没有说什么时候结束，所以我看到有一些评论也在讲说，他不只是对台湾，他甚至是剑指美国。那意思是说，重返亚洲，美国重返亚洲，他要先测试他的底线水温。不过不管如何啦，我们看到它的确，它围着台湾附近的话，的确我们的天然气船现在经济部还在那边解释说啊没有了，是前一天到，或是说晚一天走。但是不争的事实，每一次的军演，它在围台湾的时候，我们的天然气船的确就会受到影响。这也显露出来说，其实对我们来讲，我们的能源配比现在结构是非常非常脆弱的。那这大家也在讨论到说，如果天然气是造成国安的问题的话，最近也有很多的声音在讨论说，是不是要重启核能，或者核能要回来这件事情。我必须要讲，像总统府的那个气候变迁的副召集人童子贤，他先前不是就大声的疾呼，甚至他到民众党的这个演讲的场合，他都讲说应该要重新的重返核能这件事情。那对于这件事情呢，其实民众党我们自己也做了一个内部的民调，那未来我们会来跟大众来阐述清楚。不过这个民调里面很有趣的是说，是不是要重新恢复到核能，或是说要重新核3厂要在安全情况下演绎这件事情？其实包括国民党的支持者跟民众党支持者都到80%以上的共识，甚至看到最特别的是，民进党的支持者其实是一半一半就是同意的也有将近一半，不同意也有将近一半。所以可以看到未来这个到底核能能不能重启，民进党还要再抱着他的神主牌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要商榷的事情。因为大家也是说，核电厂如果战争来的时候，也可能很危险啊。但是它绝对比天然气安全，因为当你飞弹去打到天然气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大型的炸弹。对核能厂而言的话，它其实它有防飞弹的措施。另外，日内瓦公约也在讲说，其实你在战争的时候，你是不能攻打核能设施这件事情。所以，我们政府是不是要抱着这个神主牌，然后继续的把这个所谓的非核家园这件事进行到底？我觉得全民现在慢慢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答案了。好吧，这个博弈，中共这次演习它公开的以天然气接收站为攻击目标我觉得想法有2个。第一个呢，当然是想制造台湾人民的恐慌想说如果我们天然气发电厂被打爆的话，我们就没有电可以使用我们就没有网络可以使用但是第二个，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他想表达出来，中共对于我们台湾的能源政策很了解因为他知道绿营政府不管是从蔡英文到赖政府时代，坚持非核家园政策，导致了台湾未来的发电有50%必须要依靠天然气所以只要在开战的时候，对岸把我们的天然气发电厂打爆了，那几乎战争就结束了。当我们没有电，损失1半电以上的时候，要如何来跟对岸作战呢？所以我觉得这次中共表达出来这个态度，我觉得已经很明确知道了，他想要对我们的发电设施下手。但我们知道了，然后呢，赖政府有没有相关的对应措施？还是真的要像郭智慧部长讲的一样，我们要跟菲律宾买电因为比较安全我不晓得啦，我只能说现在台湾整个状况非常的多，电的问题、税的问题、治安的问题、外交的问题一大堆。但问题是，我们最依赖的美国，赖政府最喜欢的美国，他态度是什么？这次的中共雷霆军演，美国白宫的回复是说，他反对任何单方面的武力改变现状，千篇一律，完全没有改变，讲法没有不一样。所以我在意的是，之前美国中国的专家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他
讲了2个非常大重点。第一个是建议台湾应该发展延后解放军登陆台湾30天的能力，另外一个是他认为台湾的国防支出至少应该要调升到 GDP 的3.4%，比之前赖清德愿意调升到3%还要更高啊！等于是他直接在暗示跟明示台湾，认为我们台湾必须要跟美国买更多的武器，才能够让我们台湾的防御能力更强啊！都到这个节骨眼了，还在跟我们讲这个 GDP 的问题啊！跟各位报告，我讲法每次都一样 ，GDP 国防预算占比几%根本就不是重点。如果美国愿意来帮忙台湾协防的话，亲自协防，不要说3.4%、5%、10%都可以谈呐。但是如果美国把台湾当作跟乌克兰一样，永远只是旁观，给你自己让你自己去送死的话，就算 GDP 调到34%都没有用啊。因为很简单，就算我们国防预算升到34%，难道我们能够挡住对岸的攻击？难道我们就能够获胜吗？我打上一个非常大的问号。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外国的一些专业人士，还是很多绿营的专业人士，不要再把台湾说我们要变成刺猬，我们要变成豪猪啊，这没有用啊。如果当对岸真的愿意要来打台湾，或真的发动了战争的时候，他管你台湾是刺猬还是豪猪啊？他拼死也会把你打下来。到最后受苦受伤的永远都是我们台湾的民众跟我们台湾整片的国土啊！所以拜托，当然我们台湾一定要有尊严，但怎么样让我们的国民、让我们的国家能够更安全，才是现在执政党必须去努力的方向跟目标。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那我们现在内忧外患哈，外面呢老共在演习啊，川普要加关税，里面呢匪谍横行啊，到处都有啊。那以前呢，国民党那个戒严时代常常说小心匪谍就在你身边，现在看起来果然是这样子啊。那我们看呢，原来是说这个盛楚英啊，那6年收人家好几百万，结果大家就好奇，既然收了几百万，怎么20万就交保了？你起码交保要几百万才可以啊。20万就把他给放了。那刚刚传出来新的消息呢，4个人被告，同时这个案子有4个人被告，除了这个盛楚英以外呢，民进党民主学院的前副主任叫邱世元，哦，还有呢这个原来跟着赖清德副总统管他行程的，哦，那现在呢变成这个赖清德总统办公室的咨议，哦，这叫吴尚宇，哦，那另外呢还有新北市议员李余典的特助叫黄曲荣，哦，这3个呢都被收押了，那只有这个盛呢把他放了哈，所以看起来那3个可能还更严重，哦，说怕他们串供哈。那这3个人看起来身份都很绿啊，都是资深的民进党的这个工作人员哈。你看能到民主学院去训练别人了，能够在赖清德当副总统就跟着他。总统又因为表现不错，是总统又把他这个带到总统府去当咨议，管赖清德的这个行程，能管到行程，就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他都知道的，哦。那这些人居然都是匪谍，所以我常常讲，我说哦，那时候民进党常常讲说蓝军很多匪谍，蓝军做匪谍啊，共产党根本不要你了，为什么？你知道你有什么机密可以演？立法院那个什么外交国防，那叫什么机密啊？不要鬼扯了。对，我立法院做那么久，那个这叫什么机密？哦，只有执政党才能够真正知道机密是什么。我如果是共产党，我要讲话找间谍，我当然找执政党，我找你什么在野党搞什么鬼的？我当然用执政党比较有效嘛。你想这个道理嘛？哦，所以我以前就常讲这个道理。哎，现在果然是这样子了，看起来果然老共，而且工作做很多年了，不止做1年了。我们看一下。曾代表文化总会拜访新港文教基金会，他是赖总统担任副总统时的前总统府吴姓咨议，却被爆出涉及共谍案。匪谍就在总统府，目前正在收押当中。罗志强爆料，吴姓咨议除了是前总统府幕僚，也曾任中华文化总会展览部组长。2023年曾陪赖清德出访巴拉圭，但今年过年后联系不上，目前收押中。对此，总统府回应不针对个案评论，但任何人只要背弃国家，都应受到最严厉制裁。请问赖清德总统，到底我们的国安、我们的中枢、我们的总统府被渗透到什么情况？现在连你赖清德的幕僚都变成共谍，先把自己身边的共谍好好的
把它找出来。如今，民进党似乎共谍连环爆。前一天被爆出的前国会助理盛楚英，上个月25号检调搜索他和女友的同居处，盛楚英承认被上海国安单位吸收，会定期传立院资料，透过加密通讯软体传给中共情治人员后，再前往上海领取报酬。中共会交付人民币或美金，更以1本2本作为钱数量的代称。疫情爆发后，才改用泰达虚拟货币，检方估计收贿上百万。对此，民进党彰化县党部强调，盛楚英去年5月入党，已决议除名处分。只是许志杰再报，办公室还有另一位蔡姓助理写论文时行踪可疑，也有问题。针对本办同仁疑似赴澳泄密一事，办公室于日前发现其行为有异状，便已请其离职。绿营内部共谍案连环爆，也触动两岸敏感神经。好吧，所以刚刚讲哈，这个泄密案再升高，总统府质疑吴尚宇等等3个人，刚刚有讲3个人了，已经被收押了哈。来，伟生怎么看？有一个你们同事的特助。李雨点的特助到底怎样？平常到底怎样？就我也没有认识这位特助，但是应该说，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有很多这个共谍慢慢被发现，那我觉得这是好事，因为确实中共他用了很多方式在收买不一样的人，然后去企图要来得到国家的机密。那我想检调这样一波查，对我们都是好事。那本来就应该就把有问题的人抓出去，那台湾才能够获得安全。那只是说我们现在在看，就是为什么我是觉得民进党也算是一个受害者啦，因为我们毕竟就是跟中国没有称兄道弟，我们基本上就是在捍卫台湾。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当然会想尽办法要收买周边的人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资讯的这样的一个搜集。那我只是觉得检调应该要更用力的查，甚至在交保的过程中，它的这个费用应该要更高，甚至应该要羁押。那我想该取证、该做相关的调查都应该要更加的严厉。好吧，这个盛楚英是云林人，园林人啊。那他现在呢，因为都被人家立委都知道了，而且被约谈了，所以他去应征，他改他的姓，原来叫做盛楚英，改叫高楚英。不过他的经历呢，还是把他在什么立委啊、做助理都写出来。他去台北市东区金华区一个餐厅去应征工作，就人家本来可能还想用他，所以一看到新闻吓死了，赶快不敢用了哈。来，蓝轩怎么看？不，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有点夸张，而且有点讽刺啊！我觉得对于民进党来说的话呢，觉得不断的呢，就是讲的非常的严重的，然后有点夸大了，讲到说对岸对于台湾的一些威胁啊，那这个威胁听起来好像就是迫在眼前，不管是我们刚刚讲到的演习也好，还是这段时间呢所塑造出来的一些匪谍就在身边也好，但是我觉得对于民进党来说，竟然后来发现的是内院着火，后院着火，然后中枢空洞，就他们对于一方面好像所有的保密防谍。所谓的抗中保台都是嘴巴讲抗中，那事实上的话呢，你真的有保台吗？你连自己本身的机密似乎都已经保护不了，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民进党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讲到有关于呢这个不管是中共的演习也好，就是包括这个川普的一些这个关税的政策也好，就是说你的态度很重要，你的能力很重要，就你嘴巴讲了很多，但有没有能力去做到这些所谓的保密防谍？你是不是真的呢有这个态度，是真正的是面对这个问题？好，民进党很会说认知作战，但是看到现在为止，显然的你连总统、副总统就赖清德总统跟副总统的任内另外的话呢，你刚刚讲到说那位新发现那个人新北，他是苏贞昌的人马，然后刚刚讲到那位姓盛的，他是游锡堃的人马，这个都是民进党台面上的人马。所以呢，我觉得相当程度你会发现，民进党当他去批评在野党的时候，坦白讲了，我们其实对于两岸的关系也采访那么久了啊，在对岸来看，他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尤其是当民进党这一次已经第3度连任的时候，他对于国民党来说，他不管是利用价值也好，还是他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些去策反你的需求也好，其实相对来说都是低的啊，甚至他们有些人根本没有把国民党放在眼里。我觉得这也是国民党自己可能应该要检讨的部分。那事实上，你真的要去影响到，或者你真的要去搜集到关键的情报，当然是直接进到这个民进党的核心中的核心嘛啊。所以你看这些核心，过去来看的话呢，赵天麟的所谓的大陆籍的小三，不管是这个曹新成的最新的也是大陆籍的小三，其实都已经是周边的了。你发现原来已经进到了我们的总统府、我们的立法院。立法院里面的话呢，尤其在民进党执政的时候，立法院长的办公室里面，我认为他的机密一定也是相当多的。那你不用讲说副总统跟总统了啊，所以呢，他到底我们的本身民进党自己本身对于防谍这件事情，他们的警觉度有多高，他们的能力有多强，显然的都没有嘛。而且还有一件事情，这是2月份发生的事情，2月份收押，现在已经4月初了，他们不知道吗？
他们当然知道啊。他首长你办公室的人你不知道吗？当然知道啊。有些人就辞职了。那这些事情的话，为什么现在才对外曝光？所以显然的，民进党知道这个事情，而且他压住这件事情。你明明知道匪谍就在我们的办公室里，还不只是在台湾的其他人身边，就在我们的办公室里面。但是他在过去的这1个多月当中，他一样的批评这个什么国会被赤化，他一样的批评在野党是这个中共的协力者，他一样的批评，他一样的揭露很多的说什么军众已经被渗透，我们的军人都是匪谍。就当他在讲这些话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内部其实没有做好真正的控管，不是吗？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事实上反映出来的，第一个是能力问题，第二个是民进党态度问题，就是说这么多的保密防谍，说这么多的抗中，其实你指着国民党讲抗中的时候，其实国民党就算有些人亲中或者有些陆配亲中，他伤害的是你的情感。当民进党有些人其实并没有嘴巴说的亲中，而是卖台的时候，我觉得他卖出来的机密是超乎大家想象可以知道的。你说你跟在野党能拿到什么机密？但是你跟这些人，他到今天有这些3个4个，那过去还有哪些呢？是不是也都被按下来不知道呢？我觉得这部分事实上是民进党自己真的要给交代，而不只是拿这个东西当一个赚取选票的进行罢免的一个口号而已。我们看到这些匪谍啊，到底拿了多少钱？以前我看到抓到就拿个什么几十万了不起了，这是几百万呢，而且在4个里面拿几百万还算是轻的，还放了。那其他人到底拿多少钱？你自己想想看，你用这个钱来看看，这是一个。所以当民进党每天在骂国民党是匪谍啊什么一大堆的时候，共产党在偷笑了。共产党说：“哎呀，你们实在是啊，都搞不清楚状况。”他真的在偷笑。而且你自己想想看。游锡堃当然，他那时候立法院长不一样，他是执政党的立法院长。如果立法院长我都想办法安排在你旁边有人这样，行政院长旁边有没有人？行政院长我是共匪，我共产党我会放掉吗？部会首长这些重要的部会首长我会放掉吗？怎么可能嘛？老共最会做这种工作了，所以呢，他做当然要有用我才去做嘛，我才付钱嘛。如果没有用，我就付什么钱？好吧，然后呢，这个许志杰的另外一个这个助理也在这里，而且隐瞒到澳门去做什么？哦，民进党天天讲韩国瑜那时候到香港做什么？哦，一定是什么联络。傅昆萁到香港做什么？看你们到香港、澳门做什么？哦，然后呢，这个许志杰说，哎呀，他行动很诡异啊。哦，当时那个游锡堃也说，哎呀，这盛楚英行动很诡异啊。诡异要检举他，诡异你就辞他就算了，诡异不去检举他。不去了解他都要干嘛？这很奇怪啊！所以原来共谍就在民进党里面搞了半天，当然是嘛。你自己想，他当然想办法要打进拉出嘛。哦，那沈伯洋这个还讲，所以我们是人家挖我们去，就表示我们身价比较高。国民党不用老共渗透，自己贴上去，他贴上去有什么用呢？第二，就算贴上去，他没有什么机密，贴上去又怎样？有机密才重要嘛！你这讲什么话嘛？哦，所以呢，联合报说呢，绿营利用共谍。然后呢，罢国民党的委员，好意思骂人共匪立委，因为呢，我们看这几个人很多都是每天在民进党里面就喊打喊杀，要抓匪谍啊，抓共谍啊，搞了半天捉贼喊捉贼，他们自己就是，对不对？然后你知道这个我们刚刚讲说呢，20万交保的盛楚英啊，那他还是这个罢免我们汐止立委廖先祥的这个罢免急先锋。那么甚至他透过这个也是新北市立委张雅玲的办公室来收联署书，连星期6都要加班，不休假的哈。所以当罢免团体或者民进党一天到晚在对蓝白对在野党丢红帽子抹红，以所谓的共匪立委，以所谓的抗中保台，以所谓的反共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做罢免的时候，结果你们真的罢免团体里面出现了共谍，何其的讽刺！所以其实像我们自己在立法院真的感触非常深刻啊，民进党立委啊。每次都这样子非常嚣张的说，哎呀，你们是中共代言人啊，你质询也是受到中南海的指示啊，你如果通过什么预算呢，通过什么法案，也是习近平来交代的，天天用这样方式铺天盖地的给你丢红帽子。那请问一下，现在不但是敌人在本能寺，敌人在民进党的党团，敌人还在那个总统府里面。
我想一下，因为刚刚讲说什么在院长身边，他现在在总统身边安排所有行程，这很可怕我们总统的行程都被对岸掌握耶。是不是？老实说，以前不是说皇帝旁边还要去记录这个皇帝吃饭今天要吃粥吃1碗呢，这个代表身体不错，吃粥只吃了半碗或者吃不下，身体有问题。我们是不是这样的记录也让对岸都能够掌控？所以现在有3个人羁押，但是那20万交保我还是觉得大有问题。20万交保在外面，你会不会串供？你会不会在那边湮灭证据？为什么这个人20万就可以让他交保？我觉得是大有问题。这个案子还是要说清楚、讲明白。我跟你讲，这个行程透露不要以为不重要，是很重要的。很重要啊！你记不记得是那823炮战一开始打3个副司令，军防部3个副司令一出餐厅1个炮弹打下，全部死光光。一个是我同学的爸爸，空军，那3个统统死了。所以你真的行程时候被掌握以后，他要杀掉你，他很容易啊。这行程怎么可以随便给他知道呢？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吧，真的跟两岸的紧张老共军也一直包围你然后呢，这个川普要加你关税等等，真的罢免这是小菜一碟了，但是还是在搞那中选会昨天说呢，总数到了47件了因为呢，国民党罢绿的又多了4件原来0嘛，大家就说你国民党搞什么，然后就赶快基层动员等等然后呢，有很多也很生气等等，就赶快联署等等终于上礼拜说过了8个，那我说绝对不会只有8个了，后来今天再加了4个，所以现在变成了35比12但是还是差很远了，只有1/3了，但至少比0好多了嘛那另外呢，哪4个被增加了？就台南的林俊宪、王定宇、李坤城、吴其民这样原来的苏巧慧、张宏禄、吴佩仪、蔡其昌、何新纯、陈莹、吴丽华那一共加起来呢就是12个人12个人。那这个泛蓝被多了，有35个人在这里面好，那么王定宇说，这不是公民联署，这是犯罪行为，因为有很多人这个意思说资料有问题等等了那另外，不过事实上台南市党部副主委已经被收押了那另外呢，这个林俊宪也说，这是民主笑话有这么多人甚至上千人去伪造文书，而且2副主委被收押了不过我相信他们之所以现在进入2阶，就是表示那都剃掉了啦。有问题都剃掉了嘛那另外呢，这个李坤城也说我要告有22个人补件而且呢他不是签了以后死的，是签以前就死的所以我要告那另外呢，基隆他们说呢，奇怪了，怎么爸谢国良的也打电话来问说林佩琪你怎么样说呢，显然是有假联署，所以呢就是基隆市党部拿出40万检举奖金所以你们能够检举谁做假联署一被起诉就给20万，一审有罪再给20万就一共可以给你40万所以呢这个但是民进党罢蓝的呢2阶段也不是那么容易，有些地方呢情况也不是很好了所以现在因为已经超过一半了，它只有40天可以联署所以呢有28个区因为35个嘛，28个区呢说进度有点慢进度不够快那也有些呢比较多的比如像罗廷伟65%，廖伟祥60%，严宽恒但是很低，只有25%，黄建豪也很低，24.8%，江启臣是22%，杨全瑜更只有19%，所以看起来在台中那边就是罗廷伟跟廖伟祥超过60%比较接近100%了，就要到2阶段的人数了那另外呢，这个民进党说你不用回到户籍地了，全台湾的民进党立委办公室你都可以签。你知道高雄有个在台北签，然后他会给你一个高雄的表格，意思是这样他们全面动员了那另外呢，这个国民党委员呢集体晋升都不讲话现在都不讲话，就看到王鴻薇、徐小新仇恨值高他们冲在前面，我们现在都不讲话，大家都不要仇恨值高，最好不要记得我，最好呢大家都以为我们在睡觉所以现在晋升不讲话，希望把仇恨值降低，就不要过2阶了，因为过2阶就蛮麻烦的那但是呢，民进党呢，这要罢免国民党是清明连假也要拼要拼那另外呢，这个桃园市要罢免国民党的立委呢，也不休息，
说那个胖卡也出动了，小蜜蜂也出动了，在偏乡也出动了，在都会区也出动了，叫做分进合击，非把你们罢掉不可哦。那他们说呢，罢满西小勋哦，说呢这个用小蜜蜂20分钟就有罢免了40份，但40份其实跟你整体要3、4万份比起来还很少了哈。徐小新就说，关税都要这样升了，赖总统你是不是专心治国，不要再搞恶霸了哈？当时我也讲是双方是不是都能够停止了哈？哎呀，这搞到现在再搞下去哦，真的是天下大乱。而且你就算我们这样假定，就算民进党罢国民党几个委员成功了，国民党就算了吗？他就算，他不会在其他地区再发动罢免你吗？而且你这几区你罢免掉，你要当选啊，当选以后我再罢你，我能不能罢你？因为罢免比当选的票只要2/3就够了，所以这冤冤相报，这等于是这个没有一个尽头了哈。我们看一下。民党的基隆市党部日前公开宣布，所有的市议员服务处都将作为罢免立委林佩祥的联署站。而蓝营方面，除了持续宣讲争取认同，国民党基隆市党部也表示，近期时常接获民众陈情，明明他只签过了罢免谢国良的联署，但是最近却又接到了罢免林佩祥的确认电话，让民众质疑是否有姓名各自外流的状况。因此，国民党的基隆市党部也针对不实的罢免联署，祭出检举奖金。民众有发现他的个人资料，在他没有经过同意的状况下，被滥用到这样罢免立委林佩祥的一个联署书或是联署名单上，他可以向地检署提出告诉或是告发。那一旦地检署如果起诉，也就是接到起诉书的时候，我们就提供检举奖金20万元。那后面如果再继续经过法院的审理，获得有罪判决。经过有罪判决的一个确认以后，我们会再提供检举奖金20万元。鼓励民众向地检署提出告发，侦办的过程当中获得起诉的话，国民党市党部会提供民众检举的20万元奖金。如果再获得有罪的判决，可以再提供20万，也就是最高单一案件可以获得40万元的奖金。魏珊，其实应该是这样说啊。其实因为前一阵子天气比较冷，然后又下雨，所以这个联署的这个步调本来就会转得比较慢。不过我觉得基层对于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愤怒的，毕竟国会现在确实是在一个失灵的状况，基本上是很难去协商。那基本上就是在表决上面也有违法表决的问题，那甚至也就有不记名的问题。其实整个议事的这个程序规则都完全跟过去不一样，所以国会基本上是面临瘫痪，那整个政府也没有办法运作，所以确实亟待要让国会来改变哦。那这是公民的权利，我们就尊重公民。那我们会看到，在整个联署的过程当中，基本上当然这个所谓查水表的行为，其实在各个地方县市政府都有发生。那其实人民当然会害怕，有的时候在签署的过程之中，大家会心生恐惧。不过基本上你只要把联署书放到民众的前面，他们都会签。所以现在很多这个公民团体采取的是挨家挨户去按电铃的方式，其实这个效果倒是蛮好的。那人可能不见得愿意走到联署站，但是如果放到他面前，他是愿意签。所以对于这个整体的罢免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基本上对于公民团体的这个动作，我们还是蛮有信心的。第一个呢，就是说，因为联署站很少了，虽然民进党联署站比国民党多很多，但是还是相对来讲还是少哦，所以你叫人家到联署站去签比较不容易。不过民进党现在有一招了，就是寄到你家里，然后付一个12块的邮票。那我有听人讲，我们把12块邮票贴下来，然后我们去联署，但也可能有些人就联署了，不一定了。但是每一家每一户去筛啊，有一个选区9万户，每一家都筛一个这个联署书，上面付12块的邮票。那蓝轩你怎么看？我觉得对民进党来说的话，刚才这个伟山说现在国会都瘫痪，我刚刚一直在看啊，这个张轩在播前面的那些带子啦，民进党出来讲这些话，你会发现说，对啊，我觉得国会是瘫痪，国会瘫痪的并不是只有说在野党是不是在这个审预算部分的话呢，有一些程序杯葛，国会的瘫痪是民进党自己，其实你会看到民进党有人在讲任何有关于我们刚刚关心到的什么川普的关税问题吗？这个匪谍的问题吗？这个有关于呢等等的我们的两岸之间的危机，或者是台湾的能源问题吗？没有啊，所以我们的国会照理来说应该是要为民喉舌，把人民最关心的事情拿出来讲，然后呢对政府呢要有些监督。你听到民进党的那么多的立委，最近这段时间有任何一个对于我们的政府去质询他们说，哎呀，请政府告诉我们这些那么重要的事情，我们那么关心的事情，有哪件事情你们做了什么样的回应吗？我觉得没有。所以你说国会瘫痪，不要只是说在野党在程序当中杯葛是不是叫瘫痪？整个国会到目前为止的话呢，执政的立委基本上就是一个一言堂，基本上没有做任何一个大家认为民意代表应该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也是另外一种瘫痪嘛。对他来说，他其实只要初选过了，对他来说他只要罢免过了，而且可以罢免别人，他自己只要他完全就不用问政就好。
好了。那更不用说呢，我们待会可能会讲到柯建铭一个人可以在上面霸占这个主席这个霸占时间，讲了90分钟。你真的不晓得他在讲什么东西，而且呢，当立委要去质询这个郭志辉的时候，不用质询，我来回答就好。你要问水费啊，我来问，我来讲；你要问电费啊，我来讲。这什么党鞭啊！所以我觉得对于目前这个罢免来说的话，我觉得对于民进党来说，当然是箭在弦上了。我现在每天在路上进出捷运站，我真的觉得我已经讲过一次了，我现在还是要讲，因为我真的觉得这个经费多到你就不晓得这个经费哪里来的，就是像我们那个区都是在罢免罗志强嘛，哦，那可能连署还没过。我刚讲那个寄12块邮票就是寄给他的选区啊，真的，可能因为在路上连署还没过，然后他们就是这样的，人数又很多，摊位又很多，然后很积极，你知道吗？就是每次我出去捷运站都会有人要跟着我们这样的往前走，然后就是跟着别人啊，一直就是去勾结啊，就问他说，要不要连署啊？有没有要罢免这个罗志强啊？等等等，就这些人那么的积极，而且坦白讲，刚才伟珊这样一路讲下来，我觉得他们对于这个公民团体的动向都非常的清楚，不是你掌握到，不是你在背后他们那么清楚吗？苦主在这里，来，黄卫。我先讲一下啊，那国会啊，现在有没有被瘫痪？确实，我们已经有4个院会4次的院会都被瘫痪，没有办法开会。为什么呢？因为民进党团的立委去霸占主席台。霸占主席台，把主席台的大门给锁起来，让院长没有办法进来开会。所以谁在瘫痪国会？是立法院党团。那不仅瘫痪国会，因为这时候正好是一个总质询的时间。那因为你总质询时间，那么卓荣泰院长就要带着文武百官到立法院准备备询，所以这样的虚耗不是只有这个立法院在虚耗。而且包含行政院也在虚耗，那但是显然呢，我们执政党的民进党党团啊，完全不以为意。然后我们看到民进党党团的委员呢，就把我们立法院当成健身房啊！你看我们2位的这个女性立委，一个邱毅，一个黄捷在那边弯模凸模在那边做各式各样的这个运动啊！我不晓得纳税人看了作何感想。好，回来谈这个有关于现在罢免的问题啊。那我刚才也说，因为现在是总质询时间，所以有很多人也在问我们说，他说中共军演重不重要？好，已经直接直指你的这个天然气接收站。好，那现在川普就是美国政府要科你32%的这个关税，重不重要？所以今天就有媒体问我说，那请问下个礼拜可不可以进行总质询？好，因为我们一定要恢复开会，才能够进行总质询。如果民进党团继续用霸占主席台的方式，不让议事进行，其实这个某个程度就是大家全民都希望知道我们行政院提出什么样的对策。那为民喉舌的立委不是也是希望能够透过总质询、透过质询，能够去询问我们的行政的官员吗？我不晓得民进党团下个礼拜是不是要继续的去瘫痪，继续的去霸占？那至于这个我也是苦主啊。那我现在选区也收到这个叫做红包啊，好大的一包哈。然后里面呢就是包含有联署书、有文宣啊，一大堆。其实我们现在也在发文宣，你知道我们发文宣啊，都在想说我们发一次，然后这一张A4 好像太小了，然后稍微大一点，因为很贵。塞信箱是很贵的，那我就不晓得为什么这个罢免团体这么有钱啊！不但呢是有好几个文宣塞在一个漂亮的红包袋里面，哇，设计的也非常好，挨家挨户的塞信箱。那另外呢，刚讲说什么胖卡什么，胖卡是那个很小 case， 因为在台北市啊，我们在各区都有很大的那个宣传车，那个宣传车就是如果台北市民常看到，就是如果比如说有什么新的电影上演了，有没有？那个车子的，对，非常炫，那个一个月租车大概60万。1个月60万，这个其实是一般的候选人呢。如果候选人大家都觉得哇，真的哇，这个财力很雄厚，那罢免团体已经非常，从1阶其实就已经开始跑了。现在罢免不是不能募款吗？没有错，没有错。所以呢，这就是其实呢，也有人去询问过中选会，也有人去询问过监察院。
你知道吗？中选会现在是罢免团体的助选会哈。啊，立刻就说没有明确的规定啊。那监察院说啊，这个也不是我们只管的，有政治现金法。至于没有政治现金的，他们也没有办法做什么样的这个来约束。所以呢，其实我们现在这个罢免行为，不管呢是这个你的宣传也好，或者有关政治现金也好，其实充满了太多的模糊空间。但是对我们最困扰的还是在于太多的造谣，而这个造谣不仅仅是来自于一些罢免团体，是连你行政院官员都下来造谣。我直接点名刘世芳啦，还有那个我们的这个洪申翰说什么育儿津贴被删，好，直接在直播里面讲育儿津贴被删。立委问他说有吗？哪一个科目被删？结果他说哦，对不起，我口误。我必须讲，这不是口误，这叫做可恶。谢谢再回来。好，最近呢，柯建铭在立法院呢大发神威，一夫当关，万夫莫敌。党政协商呢，他也不提出案子来，给你一讲就是半个钟头、1个钟头。那昨天呢，这个程序发言，一发言也是1个半钟头哈。那这怎么回事？我们看一下。突然被打断，柯建铭火气不消。你他挑战我程序法这么多年，一直在口来。我是加他的助力啊！不止林淑芬乖乖闭嘴，原本想趁机结束柯建铭发言的赵伟，也只能让柯建铭继续说下去。总道理继续讲。讲到底咱是得一个的，就是。但国民党应该卡开才对啊。滔滔不绝，没有停下来的意思。算一算，柯建铭已讲了近1个半小时，但这会议本来是要质询周晚来的，却因韩国瑜出手，最后变成民进党的党团大会。只是台下的绿营立委们恐怕很无奈，毕竟不少人6、7点就来报道。张宏陆一度坐着闭目养神，许富贵也是，林淑芬则靠墙养精蓄锐。部长来进去啊！不然以前你几买10亿，我对东经济，那边海里买10亿，不然成功。那刚有种来问我嘛，郭部长是我们团队的，当然我可以用领导党团身份来回答。也是打断了部长的说法。我先来后到，好不好？国安会议总结我参加，我看过啊，我没有资格啊。柯建铭自月帮回答，蓝营就批评不只想当院长，现在想当总统也想疯了。来，徐博。好，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影片，现在变成迷因了，就是说大家都问说柯建铭怎么了？但是我觉得民进党立委怎么了？因为你刚才看到那个法制委员会，他一个人1个半小时，庄瑞雄也只敢说啊差不多啊，或是说有一些民进党立委就说哎呀这个还要讲多久？但是只要老柯一凶，大家就闭嘴。哪国的？对，你刚才看林淑芬睡在那里，他是真的睡吗？我觉得连那个林左手都不要骂匪谍。是啊，大家现在没有人敢去对老柯，就是说，你真的你要不要？只有大概王世坚说你真的要去做精神鉴定什么之类的。那其他人大家就是敢怒不敢言。王定宇也觉得他可能身体有点状况。对，刚才看到林淑芬那个样子，他其实他真的在睡嘛？我觉得他是故意拍给媒体看的，就是我没办法，我被绑在这里，但是我不认同你，所以我就在那边睡。然后呢，里面其实他有就是在那边讲1个半小时，从他什么在新竹里面，我的牙医诊所在哪里啊？我的家住在哪里啊？我什么？哪里有228公园啊？甚至讲到后来语无伦次，说我爸叫我帮国民党报仇，大家就觉得你到底已经在讲什么，非常非常离谱。不过我要讲有一个先知早就知道他变了。2022年的时候，其实柯文哲啊跟他是熟识的人，他那时候都是新竹嘛。对，在打选举的时候，他其实好几次不管私底下公开讲，他说柯建铭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大家那时候还不会觉得说，柯建铭不是本来就为民进党，其实他讲的很深层意义，说柯建铭变了，有些话。或者有些事情他做不出来，但他现在做出来。但现在看起来，民进党整个被柯建铭绑架，立院党团被他绑架，让院会刚才讲了空转了4次，现在委员会很多案件没办法到委员会，所以还在讲一个，就是说柯建铭绑架了立法院党团之后，可是你看公都盟选出来的这个很多优秀立委都是民进党，甚至这一次清一色是民进党，甚至这次所谓的匪谍案，公都盟今天还发一个声明说。蓝白要把助理名单交出来，要不然你们就是帮助这个立法院渗透
就是说是让这个共谍渗透，我就觉得很好笑。那民进党把这个助理的名单都交出来了，你还不是被渗透了？那共度盟有抓到吗？那还是你是帮凶呢？我觉得这个现在立法院的乱象，柯建铭要负很大的责任。来，伟山。是，我想这个在立法院真的现在非常的千头万绪了，跟过去都不一样。那所以就我想总召他也在适应一个新的国会，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当然比较有压力，比较辛苦。不过真的大家有点误解他了，其实他本人并没有想要担任这个立法院的院长，因为我在前天我有跟他通过电话，他很清楚的跟我说，他认为最适合做立法院长的应该是吴思瑶，因为他漂亮、聪明又有能力。所以我想在这个立法院的乱象如果可以有所改变的话，我相信不会跟现在一样。搞了半天是吴思瑶想要当立法院院长是这个意思。其实我自己作为这个党团的干部我昨天看司法委员会，其实我感觉好疗愈你知道吗？因为呢，每一次我们在朝野协商的时候那么柯总召呢，就是常常在星海罗盘然后这个盘古开天的一直讲，他讲话起码以半个小时为一个单元。其他民进党委员也不知道是这样嘛，对不对？不参加协商不知道。没有，昨天终于知道了。他们没有感受因为大部分都是在野党就是国民党和民众党就要在那边那个，所以为什么常吵架？因为吵就是真的不想再听他废话了。你这种废话公式谁受得了魔音传脑。结果昨天呢，所有民进党团的立委全部被假动到司法法制委员会去，那好好的去听听柯总召星海罗盘魔音传脑。所以后来有人这个不知道，这个就已经昏睡了，就是林淑芬看起来在下面，不然会滑手机啦，不然就闭目养神啦，不然就在那边很痛苦状似痛苦。我相信他们非常痛苦，因为他一讲1个半小时真的都是废话连篇。那刚才我再延续，就说现在立法院的乱象是什么？也就是说，民进党用霸占主席台的方式去瘫痪国会。其实昨天司法法制委员会的状况是什么呢？因为呢，原来星期三的议程呢，早就在前一个礼拜排定了，后来突然在前一天的中午改变议程，取消。对，没有，他是改变议程，然后突然要讲，就说有关于国会扩建的问题。那大家都知道，国会扩建改建已经不知道是多少年陈年老案了。那怎么会需要在前一天24小时之内改呢？而且为了改司法法制委员会的这个议程，把原来内政经济跟卫环全部都取消，配合这个司法法制委员会。他为什么呢？他们要修理周万来，要羞辱周万来，所以一个政党要公报私仇、私设行堂，结果最后呢，就是自己那个，反正自己去折磨他自己人就是了。对，我觉得刚刚徐府讲一个很对，就是说基本上绑架住了民进党，就当做的时候，柯建铭，柯建铭，对柯建铭。所以我就是觉得民进党就是自己本身没有一个人敢出来去挑战柯建铭，敢跟大家讲说我们不是那样子的一个民进党。那所以当他们绑架了民进党之后，民进党就绑架了国会，就绑架了国家，不是吗？洪庭。我觉得盛楚英的案例可以给大家一个借鉴，就是谁最希望这个国家政治混乱，谁最希望这个国家制度失灵，谁希望这个国家风民激化。盛楚英这个共谍是发动大罢免的人，而今天如果没有柯建铭，请问当初的大罢免到现在能够发动到现在吗？那柯建铭到现在都还没有讲他的水务投资中国的事情，我认为他